是美国最高机密的实验基地，一所专门用死刑犯做人体实验的基地。故事发生于玻利维亚的某处洞穴，这里刚刚发生了一件超越人类认知的事件。一支由生物专家带领的武装部队意外得知，山洞内存在一个长达250岁的人，如果他们能够证实这个消息，就足以改变世界。只见男子手提一桶鲜血正往里走去，武装部队紧随其后，冒险闯入了这个阴森而又恐怖的洞穴。来到内部，却发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：铁笼内竟关押着一个不明人员。生物专家蒂姆连忙上前，却遭到男人的阻拦，并且口中还念着吸血鬼这3个字。回过头的他就已经被攻击，最终在武装部队火力压制下成功歼灭了吸血鬼。可此时的蒂姆已经身受重伤，就当所有人以为他已经身亡时，却又安然无恙地走出了医院，就连伤口都诡异地愈合了，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恢复速度。可下一秒，蒂姆的牙齿就开始脱落，仿佛预示着将有大事要发生。此时，一场全球流感正在全面爆发，病毒在以极快的变异速度传播，预计在3个月内入侵美国。他们必须尽快研制出相应的疫苗。可此时研制疫苗的药物还未通过实验对象的检测，由于哺乳动物细胞培养的方法过于缓慢，于是他们将目标瞄准了人类。这个面容恐怖的0号病人，正是洞穴内被吸血鬼咬伤的生物专家蒂姆。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对致命病毒免疫，可这也导致他变异成了可怕的吸血怪物。旁边实验室内关押的都是监狱的死刑犯，他们都被注入了0号的变异血液，变成了如今的恐怖样貌。可却有位年轻的11号实验体，依旧保持着原本的容貌，并且对埃博拉、艾滋病、麻疹等致命病毒完全免疫。因此狗蛋推测这一定跟年龄有关，因为年轻人拥有更多的神经元。如今最年轻的实验体也已经25岁，专家狗蛋认为他还不够年轻，于是他将目标瞄向了孩子。与此同时，特工钢弹正押着死刑犯卡特抵达实验基地，实验负责人老李将下一个实验对象告知了他。原来实验室内的所有实验体都是由钢弹负责说服并带到此处，可他并不知情内部正进行着如此恐怖的实验。于是特工钢弹上门找到孤儿煤炭，煤炭母亲因为前些天嗑药过量刚刚去世，并且他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，非常符合军方的实验对象。钢弹按照上级的指令，以他母亲接触某种疾病为由，要将他带到科罗拉多的疾控中心检测。可聪明的煤炭一眼就识破了对方，带着行李从窗户逃离了现场。然而这一幕恰巧被特工发现，于是2人驾车便追了上去，在一处公园将其强行带走，像极了人贩子绑架事件，因此还引起了居民的围观。为了避免没有必要的麻烦，钢弹驾车快速驶离了现场。此时另一边的实验基地却接连发生着诡异事件，这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会在噩梦中梦见变异的0号，仿佛他拥有控制人类大脑的功能，将他的思想灌输到所有人的大脑中。可不仅仅是0号，包括所有的实验体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。实验负责人老李在与11号实验体对视后，深夜女人就出现在了他的梦里，紧接着就出现了恐怖的一幕，就连刚刚从监狱带回的死刑犯卡特，还未曾与0号对视的他，就在噩梦中梦见了0号。0号的危险程度已经远超于人类的想象。此时特工钢弹在押送煤炭前往实验基地的途中，却与他产生了感情，不禁让他想起了自己已故的女儿。于是他选择在厕所将同伴勒晕，带着煤炭开启了末日逃亡之旅。可很快他偶尔发现自己因绑架罪被通缉，考虑到煤炭人身安全的问题，于是钢弹选择了自首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引来记者的报道，从而揭发军方的实验目的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等来的却是国防部的人。于是2人商议再次逃离，在煤炭的帮助下，他成功拿到了手铐的钥匙。钢弹面对持枪的警员轻松夺过了他的手枪，可就在挟持警员离开现场时，闯入国防部的人见人就杀。钢弹在逃离的途中不慎被子弹击中，他忍痛驾驶警车逃离了现场。可此时他身受枪伤极其的虚弱，很快便晕了过去。出于担心的煤炭利用手机联系了钢弹的前妻，将他中弹的情况和所在地一并告知了他。煤炭在医生莉拉的指导下，成功唤醒了昏迷的钢弹。可此时他却极其的愤怒，因为此前钢弹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过，他深知对方的追踪手段，于是将手机扔出了窗外，前往了下一个目的地。很快便抵达了朋友莱西的住所。钢弹故意拉响暗处的警报后，2人高举双手向前走去。只见一女子手持机狙步枪正迎面走来。原来在陆战队服役期间，钢弹曾是莱西的学员，他还通过广泛的人脉给钢弹弄了一艘船，可以帮他们渡过边境。莱西深知只要一天不把人体实验公布于众，军方就永远不会善罢甘休。可钢弹并不想当这个告密的人，于是2人商议决定，钢弹负责保护煤炭，由莱西去揭发军方的实验目的，并将钢弹送往实验基地的12名死刑犯作为证据一一记录了下来。此时另一边，军方通过定位找到了钢弹丢失的手机，还在钢弹丢弃的车辆旁取得了有力的线索。一名大胡子声称收到调度中心的任务前来拖车，不过老李一眼就识破了对方。在他的严刑逼供下，军方获得了莱西这条重要线索。可就在钢弹等人准备撤离时，莱西住所附近的警报突然响起，通过监控发现3辆 SUV 正迎面驶来，果不其然赶来的正是老李带领的武装部队。2人时隔多年再次并肩作战，莱西通过监控取得了敌方的位置，快速解决了2名突进的武装人员。就在他们更换伏击位置时，莱西不幸被狙击枪命中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后，面对数人围攻的钢弹选择了投降，由前妻莉拉护送煤炭前往边境。面对老李的拷问，钢弹坚称煤炭并不在此处，已经在前往边境的路上了。就在老李准备开枪射击时，煤炭为了救下钢弹独自走出了房间，因此2人双双被捕。与此同时，实验基地却接连发生着诡异事件。卡特注射完0号的变异血液后，突然变得无比的强壮，就连曾经受伤的软骨都离奇的恢复了。但很快大脑就被0号入侵，随着潜意识来到了11号实验体面前。就在2人聊得甚欢时，0号递上了2杯82年的红酒。可面对血腥味十足的血液，
卡特委婉地拒绝了，但他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只见11号徒手拔掉了他的牙齿。当卡特准备离开时，却被0号挡住了去路。紧接着恐怖的一幕发生了。此时实验室内打扫房间的护工却浑然不知危险已经来临。西蒙斯还在不断地挑衅注入变异血液的11号实验体，因为他们被军方限制了自由，每天都身处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，只能靠玩弄实验体来获取乐趣。无聊的西蒙斯将同伴格雷推到吸血恶魔的面前，甚至还故意将他的工牌踢入牢笼。胆怯的格雷只好冒险从内部取出证件，可下一秒就发生了恐怖事件。还想继续靠近挑衅的西蒙斯被11号实验体咬住了大动脉，1分钟内被吸干了血液，场面一度引人不适。事件一出，顿时轰动整个实验基地，因为自诺亚计划以来，还从未发生过实验体袭击人类事件。于是经过专家讨论，一致决定将11号实验体安乐死，由实验负责人老李亲自处决。可他们严重低估了实验体的可怕之处。变异人拥有控制人类大脑的能力，当设备开启后，实验体全身开始灼伤，变得痛苦不堪。随即老李的大脑就被入侵，实验体将自己的可怜经历灌输到了他的脑海中，从而获得了老李的同情，操控他关闭了设备，因此获得了再次重生的机会。显然实验的危险程度已经远超于军方的预期。此时另一边的实验对象煤炭和钢弹被带到了实验基地，两人被军方分开关押。在煤炭的无理取闹下，黑姐答应了煤炭的请求，在钢弹的陪同下，煤炭被注入了0号的变异血液。此时的0号似乎也感应到了这一切，他究竟又会如何控制煤炭呢？在护士为煤炭检查身体状况时，钢弹偷偷顺走了一根针管，可就当他们午睡醒来时，却发现0号的护工正目光呆滞地看着煤炭，这着实也吓坏了煤炭。就当护工慌忙离开时，钢弹获取了房门的密码，还意外从他口中得知了0号的名字。原来他此次来的目的是警告钢弹尽快带着煤炭逃离这里，因为0号会入侵他们的大脑，并且还将关押他的位置一并告知了钢弹。这也促使钢弹对0号产生了兴趣，顺手拿走了警卫的手电。果不其然，深夜钢弹开始了行动，利用手电的强光避开了监控的锁定，跟随0号的护工进入了电梯，来到关押死刑犯的实验室，用护工的视网膜打开了实验室的大门。此时内部显得格外的阴森，紧接着恐怖的一幕就发生了。转过身的钢弹遇到了可怕的0号，但不巧的是这一切被里尔博士发现。博士恢复了电力，钢弹目睹了眼前的壮观景象，一个个正常的人类如今变成了可怕的吸血鬼。博士也将这恐怖的实验告知了他，可他们并不知道0号要统治世界的野心。深夜钢弹就在梦中梦见了0号，经过里尔博士的研究发现，原来在夜间变异人的脑部活动会达到顶峰，并且0号的电磁场强度指数级别远高于其他人，因此他推测这也一定和噩梦有关，或许一场超越人类认知的进化正在产生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卡特就出现了变异症状，开始出现惧怕阳光、厌食和牙齿脱落的症状，被紧急转运到了专门关押变异人的实验室。此时的卡特极其的严重，体温高达40度。就在所有人准备抢救时，实验室却离奇的失去了电力。原来基地上方叛变的士兵击毁了变电站。面对生命垂危需要抢救的卡特，钢弹主动向老李申请上前谈判。原来两人在部队一同服役期间，钢弹就是一名优秀的人质谈判员。就在钢弹即将说服对方时，偷偷潜入的老李却一枪击毙了士兵。此时的卡特正在物理降温，好在实验室很快就恢复了电力。里尔很清楚他梦见了0号，因为就在刚刚，他突然发现0号的电磁脉冲竟比昨天高出了400倍。卡特的能量正在被0号稀释，这也是导致他病毒突变加速的原因。在0号不断的入侵下，卡特终于破防了。只见他拔掉了身上的血管，像恶魔般的站了起来，开始疯狂攻击人类。上前阻拦的博士被一把推到数米开外，同时实验室也开启了紧急封锁。第二个攻击人类的吸血恶魔就此诞生。不幸的是，此时的里尔博士面部却被染上了鲜血。前些天一名士兵被实验体控制大脑导致叛变，因此引起了国防部副部长的注意。原来这里的一切是他不惜耗资10亿打造的战略科研项目，如今导致实验已经无法控制。博士黑姐提议终止实验进展，并且要求毁灭实验对象，却遭到了副部长的拒绝，因为他追求的就是这种恐怖的病毒。原来他已经被任命为特种武器的副部长，此次前来的目的是将人体实验推动至新的方向，把失败的实验体演变成真正的生化武器。煤炭也是副部长重点关注的对象，此时他已经出现变异症状，然而并不是吸血怪物的习性，而是拥有了读取人类思想的特异功能。他试图想控制大脑，但大脑根本不听使唤，这也正是副部长想要看到的成果。于是找到煤炭，试图说服他加入军方，成为任人摆布的武器。此时正义的黑姐对副部长的行为感到极其的不满，曾经加入计划的他是为了消除疾病，如今的局面也是他不想看到的，于是就带着煤炭离开了房间，也为此前对煤炭注射变异血液感到懊悔，决定协助钢弹煤炭逃离实验基地。在他解救完钢弹后，将他们带到了存储血液的冷藏库，因为1小时后是守卫换班的时间，到时候他们可以通往卸货区，从而离开实验基地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狗蛋博士正在对7号变异体进行着匪夷所思的实验。只见电钻在7号头部打完孔后，安装了一个感应设备，开启了同步两者的脑电波。果不其然，狗蛋与7号在潜意识里展开了沟通，在武装人员的控制下，解开了变异体的双手和双脚。狗蛋在潜意识中下达着命令，7号同样也执行着命令。狗蛋似乎发觉了控制变异体的方法，此时的他极其的兴奋，然而他却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。屡试不爽的狗蛋再次来到了实验室，可这一次还没等他安装感应设备呢，7号就与他进行了对话。原来此前实验体是在故意玩弄狗蛋，
下一秒7号就用意念解开了控制设备，似乎实验基地的噩梦也已经到来。慌张的狗蛋选择直接逃离了实验室，放出了恐怖的变异人。狗蛋找到被隔离的博士求助，因为此前里尔博士在救治实验体时不幸染上了变异血液，为了安全起见选择在此封闭隔离。可此时情况也超出了里尔博士能力的范围。7号咬住了狗蛋的大动脉，1分钟内吸干了他的血液，就这样逃离了实验基地。可不巧的是，此时钢蛋和煤炭也正在逃离，途中煤炭似乎感应到了前方的危险，于是他停住了脚步。下一秒7号就出现在他们的正前方，实验体直接一个飞扑，将钢蛋按在了地上。恐慌的煤炭无意地发出了尖叫的声音。此时的实验体明显感觉到了不适，在刺耳的声波下直接被击飞到数米开外。此时的煤炭也格外的虚弱，倒在了钢蛋的怀里。最终在军方的保护下，两人被带到了安全屋，可变异体就此消失在了戒备森严的实验基地。但煤炭似乎感应到了他的行踪，脑海中闪现了一些画面。根据煤炭的讲述，所有人推测变异体在高速附近，于是军方展开了大范围的搜捕。与此同时，变异的7号已经开始了肆意妄为的攻击人类，导致小镇频繁出现人类被攻击事件。深夜偶遇变异体逃脱的莉拉来到此处求救，却不料女主人已经被攻击，生命垂危。莉拉出于医生本能的反应，于是开始为女人处理伤口。可第二天，女人却安然无恙的苏醒了，仿佛犹如获得了重生，就连伤口都诡异的愈合了。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常人的恢复速度。紧接着，恐怖的一幕就发生了，被感染的女人瞬间演变成了可怕的吸血怪物，对莉拉发起了进攻。好在军方及时赶到，救下了莉拉。可老李连开数枪都无法击毙感染者，直到在阳光的照射下才成功将其歼灭。此时变异体还在四处逃窜，通灵的煤炭似乎感应到了他的行踪，将脑海涌现抽水站的画面告知了军方。原来早在几天前，煤炭同样也被注入了这种可怕的变异病毒，但诡异的是他并没有变成吸血怪物，反而拥有了通灵的特异功能。军方全副武装来到内部，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变异体，在火力的压制下成功将其摧毁，但它并不是实验室逃出的变异体。所有人只能继续前进搜寻，可内部却存在多个感染体，仿佛这里的人类已经成为了丧尸，被击倒的本体又这样悬浮了起来。此时变异体已经来到外部，士兵被袭击身亡，但似乎变异体的目标就是煤炭。煤炭为了莉拉的安全，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追逐战，逃到了附近的一间仓库，在漆黑看不清五官的环境下，被实验体掐住了脖子，高举在空中。煤炭全力推倒货架才成功自救。就在无路可逃时，钢弹及时出现救下了煤炭。变异体被摧毁的同时，抽水站被感染的人类也同样倒地了，似乎两者是关联的，只需要歼灭母体即可。此时另一边的实验基地却还接连发生着诡异事件，被注入变异血液的实验体还在不断地入侵着人类的大脑。里尔博士正是这个病毒的创造者，他为死去的那些无辜的人类感到自责，于是决定隐瞒军方，秘密销毁这些实验对象。眼前这个面容恐怖的0号实验体，正是所有变异人的母体。可还没等开始，就发现外出搜捕的军队返回了基地。为了拖延时间，黑姐决定上去掩护，由博士独自完成销毁计划。开启设备后，在强光的照射下，变异体开始出现不适，面部灼伤变得痛苦不堪。与此同时，被注入0号变异血液的煤炭也出现了症状。随着博士将温度继续的升高，这种剧烈的疼痛也越发的强烈了。直到黑姐从老李口中意外得知，他们在歼灭外逃的实验体后，同时感染体也会随着被摧毁，这才让他明白，只要0号变异体被销毁，被注入0号病毒的实验体也会同时死亡。于是他们立刻叫停了销毁计划，因为此时实验基地内还有未变异的实验体。由于变异体逃出实验基地，造成多人死亡事件，引起了军方高层的注意，但军方并未就此终止实验，还将最高权限授予给了毫无人性的副部长。此时0号用意念还在不断的摧残着实验体。伊丽莎白已经发烧40多度，温度还在不断的上升，因为只要被注入0号的变异血液，就要面临可怕的选择，死亡或者加入0号成为他们的同类。最终意志坚定的伊丽莎白选择了死亡，在丈夫里尔博士的怀中失去了呼吸。此时的里尔博士也无比的悔恨，因为他制造了病毒，但无法解救自己的妻子。军方高层不断没有终止计划，反而将实验对象瞄准了煤炭，因此引起了下属的强烈不满。于是钢弹联合众人谋反，劫持了国防部副部长，促使基地守卫缴械投降，利用副部长的视网膜进入实验室内。此时的煤炭却已经出现了变异症状，牙齿逐渐开始脱落，他们必须尽快研制出抗毒血清，否则煤炭将会变异成犹如0号样貌的吸血怪物。此时另一边的老李察觉到了异样，基地内一个临时护工却拥有随意出入的权限，这也促使他产生了疑惑，于是通过监控找到了护工格雷。果不其然，格雷出现了问题，他开始破坏基地的通讯设备。等老李赶到时，已经为时已晚，他们已经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。原来格雷早已被0号控制，老李从他口中还意外得知0号将要改变世界的计划，并且实验室的每个变异体都控制着其中的某个人类。于是老李将格雷带到副部长面前，当面质问副部长随意出入的权限问题。可此时的副部长却并不知情，在老李的威胁下才得知一位叫马丁的安全顾问重设了机制，可无论老李如何寻找，都没能找到这个叫马丁的人，就连后勤负责人都从未见过此人。这也让老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再通过刚刚格雷的话才明白这一切。原来副部长所谓的安全顾问是实验室内的变异体，他操控副部长重设了基地的所有权限，从而让变异体试图逃出实验基地。为了阻止事件的发生，于是老李开启了隔离室内的有毒气体，暂且将变异体迷晕。可此时被控制的格雷仿佛已经换了个人，开始不顾疼痛的
挣脱双手，最终满是鲜血的摆脱了控制，继续前往完成0号交代的使命。与此同时，黑姐的抗毒血清也已经研制成功，可就当她准备前往拯救煤炭时，实验室的门却被封锁了，无论如何启动都无法开启。原来门外的正是被控制的格雷，0号的目的也正是阻止他们的营救，从而让煤炭加入他们成为同类。格雷还从副部长身上获取了开启隔离室大门的钥匙。就在格雷将要开启设备时，煤炭猛然的惊醒了，同时隔离室内的变异体也跟随着苏醒了，仿佛基地的噩梦也已经降临。格雷也完成了0号的使命，开启了所有变异体的安全门，这些恐怖的吸血恶魔也得到了释放。钢弹扛着煤炭紧急撤离了实验基地，同时也拖走了毫无人性的副部长。就在0号将要冲出基地时，钢弹成功关闭了大门，但显然铁门很快就会被攻破。可此时的煤炭瞳孔却诡异的突变了，一批被注入变异病毒的死刑犯冲出牢笼，开始肆意妄为的攻击人类。手持 M4 突击步枪的钢弹疯狂点射，但丝毫无法阻挡他们突进的速度。变异体仿佛犹如丧尸一般，无法完全将其摧毁。在逃跑的途中，莉拉不幸被感染，在钢弹的掩护下，最终成功获救。一扇铁门暂且将变异体阻挡在外。可此时的莉拉已经身受重伤，钢弹将所有人安全送上电梯后，独自冒险潜入了实验室内部。因为此时实验室内还被关押着一位博士，并且内部存在可以拯救妻子莉拉的抗毒血清。此时封锁在实验室内的黑姐通过自救开启了被封锁的大门，可下一秒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一个实验体从天而降，出现在他的正前方，两人就相距一块桌板之隔，气氛一度濒临窒息。好在钢弹及时赶到救下黑姐，在火力的压制下成功驱离变异体。就在两人携带抗毒血清离开时，地面指挥部队突然发现变异体正在向他们靠近，无处可逃的两人将自己关在0号的隔离室内。眼前的一幕看得我毛骨悚然，变异体已经将他们完全包围，表情极其的恐怖。副部长得知两人被包围后，果断下令启动伊丽莎白自毁模式，可老李还并未放弃，尝试着寻找另一条基地的出口。老李还将要引爆炸弹的里尔博士强行控制，可此时煤炭正在偷偷靠近电脑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毁灭这些实验体。犹豫不决的他最终还是开启了自毁系统，实验基地将在2分钟后被引爆。与此同时，实验室底部出现红灯闪烁，仿佛变异体察觉到了将要引爆的火药味，为了躲避炸药的攻击，纷纷开始逃窜。当倒计时来到最后1分钟时，地面技术部取得了新发现，在这个密不透风的基地内找到了一条可以通往地面的通道。两人随着指示找到了这个隐蔽的出口，在砸墙的同时，2个变异体也正在向他们靠近。黑姐将抗毒血清递给钢弹后，选择独自留下断后，因为此时离引爆只剩下15秒，时间已经完全不够两人同时逃离基地。在老李的协助下，钢弹成功逃脱，将抗毒血清注入到了妻子莉拉的体内。下一秒，莉拉的伤口就神奇的愈合了。可就当所有人以为病毒被销毁在实验基地时，他们浑然不知一场血洗即将来临。1楼的守卫已经全部被屠杀，煤炭似乎感应到了变异体的动静，果不其然，变异体已经向他们慢慢靠近。于是老李决定带领突击队，在灯光的掩护下，为钢弹等人杀出一条血路，最终也成功掩护他们离开了基地。在莱西的接应下，钢弹带着煤炭和注入抗毒血清的莉拉前往了疾控中心。可不幸的是，老李被丧尸攻击甩飞，重摔在地，人类就这样被吸血恶魔疯狂屠杀。紧接着，莱西抵达实验基地，为了不让感染者继续扩散，补枪将感染的士兵歼灭。同时，变异体也已经开始向周边发起进攻，大量感染者涌入城市，数量远超军方能力的承受范围，城市也因此沦陷。变异体就这样成为了食物链顶端的生物。